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博通。很多投资者把它简单理解为一家芯片公司，实际上呢，这只说对了一部分。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博通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它在 AI 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家公司。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博通业务可以横跨无线、交换、存储、软件等多个领域。博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惠普成立了它的半导体部门。1999年，惠普将该部门连同测试仪器业务分拆成立了安捷伦。2005年，安捷伦又将其半导体事业部以26.6亿美元出售给了私募基金，正式成立了安华高。在这个时期，安华高的主要业务包含了光电产品、射频与微波器件、混合信号与 CMOS 技术。光电产品就是将光信号和电信号相互交换的技术和元器件，主要用于光纤通信、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数据传输以及早期的红外通信、LED 显示元件等。射频与微波器件是处理无线电波信号的硬件。射频和微波指的是不同频段的无线电磁波。手机、基站、雷达等设备在发射和接收无线信号时，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过滤和转换。这其中的核心部件就是射频芯片和滤波器。这是安捷伦最王牌的资产。他开发的薄膜体声波滤波器技术能够让手机在非常拥挤的无线电频段中精准锁定自己的信号，这也是后来安华高能成为 iPhone 核心供应商的根本原因。CMOS 是一种最主流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特点呢就是功耗低、成本低。混合信号是指在一颗芯片上同时处理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模拟信号就是自然界的连续信号，比如声音和电磁波；数字信号就是计算机用的零和一。这个业务主要是研发能够把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连接起来的芯片，比如把天线接收到的模拟无线电波转换成手机处理器能看懂的数字代码。它广泛应用于各种网络通信芯片、基带芯片以及各种传感器接口和高速数据传输接口。2013年底，安华高宣布以66亿美元收购 LSI 公司。从 LSI 这里呢，继承了两大业务，一个是企业级存储控制芯片，主要是硬盘控制器和 RAID 控制芯片。第二个呢是定制化网络芯片和知识产权。定制化网络芯片是指为特定应用场景专门定制的芯片。LSI 在当时拥有极其深厚的系统级专业知识。博通正式吞下了 LSI 的这些资产，才拿到了进入现代 AI 数据中心存储和计算领域的入场券。2015年，安华高以高达370亿美元的惊人天价收购了比自己体量大得多的经典老博通。收购完成后呢，CEO 陈福阳决定保留博通这个在硅谷更具知名度和底蕴的名称，作为合并后新公司的名字。老博通公司是由加州大学教授 Henry Samueli 以及他的学生 Henry Nicholas 在1991年美国加州创立，是全球有线网络通信芯片的绝对霸主。这次并购给新博通带来了最核心、最重要的底层技术护城河，例如以太网交换芯片。老博通拥有业界最顶级的两大交换机芯片架构，几乎垄断了全球数据中心的底层网络交换市场。今天博通赖以在 AI 时代大放异彩的战斧系列和 Jericho 系列核心交换芯片，它的原始技术底座全部来自老博通。宽带与机顶盒芯片控制了全球极高份额的有线电视和宽带调制解调器芯片市场。无线通信，老博通在 WiFi 和蓝牙芯片上拥有极强的技术。
这与安华高原有的射频滤波器业务完美互补，彻底补齐了苹果等大客户所需要的全部无线通信组件。到这里，半导体业务的护城河就建好了。从连接苹果手机的 WiFi 芯片，到数据中心里重达几公斤的交换机芯片，再到给谷歌等科技巨头定制的 AI 芯片，再到企业级的存储控制器芯片，博通已经垄断了计算之外的所有通信。但芯片制造业属于重资产且强周期的行业，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和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于是，博通开始将目光转向利润率更高、现金流更稳定的基础架构软件领域。2017年收购了 Brocade， 它在数据中心光纤通道交换机领域是绝对霸主。收购后，博通将 Brocade 最赚钱的 SAN 业务，也就是存储区域网络业务，留在了母公司内部，构成了博通17个可持续核心特许经营权中的存储板块。2018年收购了 CA 科技，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企业级 IT 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它从事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2大软件公司。它的软件产品广泛应用于财富500强企业及全球各大金融、电信和政府机构。2019年又收购了赛门铁克的企业安全业务。2023年底完成了对 VMware 的收购。VMware 是全球私有云和服务器虚拟化软件的绝对统治者。虽然现在像 AWS、阿里云这样的公有云很流行，但很多传统的大企业因为财务、合规或数据隐私，不敢把数据放到公有云上去训练 AI。而私有云可以非常安全地调用 GPU 算力去跑自己的 AI 智能体和大模型，同时保证数据绝不外泄。VMware 的虚拟化技术能够把一台物理服务器凭空切割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互相独立的虚拟机，每个虚拟机都有自己独立的 CPU、内存和硬盘，像真电脑一样运行。这让企业不再需要买几百台硬件，只要买几台高配服务器，就能塞进几百个系统。博通把它吞下后，达成了终极闭环。无论企业的数据在底层的硬件网线上跑，还是在上层的虚拟机操作系统里面跑，最终都得给博通交过路费。讲到这里，相信你对博通的业务有了大概的了解。它的业务主要有2个板块，一个是半导体解决方案，另一个是基础设施软件。博通内部对这2个板块有特定的定义划分。红色的半导体业务主要是纯芯片组件，比如为苹果供应的无线射频芯片，为谷歌定制的 TPU 芯片，或者卖给思科或华为的战斧网络交换芯片。这些产品出厂后是由客户自己去做设备和写上层软件的。蓝色的软件业务主要是完整的架构解决方案。在这2大业务板块下面呢，又细分了许多子业务。比如半导体解决方案板块细分业务又包括 AI XPU 和 AI Networking， 也就是 AI 算力芯片与 AI 网络，这是目前市场最关注的爆款，包括为谷歌等大厂定制的 TPU， 以及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用的以太网交换机芯片。Broadband 宽带接入，主要是机顶盒网关芯片。Industrial 工业应用，主要是以太网连接、光纤、光学传感器等，应用于工厂自动化、汽车电子等领域。Networking and Connectivity 网络与连接，主要服务于传统的云计算中心、企业网和电信运营商。无线连接，主要是苹果 iPhone 等手机里面用的射频前端模块、WiFi 和蓝牙芯片。Server 和 Storage服务器与存储连接，包含 PCLE 开关、硬盘控制器。基础设施软件板块细分业务又包含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主要是赛门铁克的企业安全业务。Enterprise Software， 企业软件，主要用来管理自动化和监控大企业复杂的 IT 系统和软件开发流程。Fiber Channel Networking， 光纤通道网络，这是源自 Brocade 的存储网络业务。Mainframe Software， 大型机软件，这主要是 C 科技的传统强势领域。Private Cloud， 私有云，核心是收购来的 VMware 业务。半导体业务是博通的老本行，营收占大头，约 60% 左右。受 AI 发展的影响， AI 加速器和 AI 网络这块业务收入大幅提升。26财年第二季度，半导体的营收占比达到 68%， 预计第三季度半导体收入将同比增长超过 200%， 达到160亿美元。软件业务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 40% 左右。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博通在 AI 的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从 AI 发展中获益。在这一部分你会知道，博通不只有定制芯片这一张王牌。博通在人工智能浪潮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在 AI 爆发的过程中，它能斩获巨额收益，主要源于它在整个 AI 产业链中扮演的3个关键角色。第一个角色当然是芯片定制。虽然英伟达的 GPU 非常强大，但它们是通用芯片。对于谷歌、Meta、亚马逊这样的超级科技巨头来说，英伟达的芯片存在2个痛点：太贵，而且能耗极高。为了省钱、降低功耗，并且让芯片绝对契合自己的 AI 算法，巨头们纷纷选择自研定制 AI 芯片。这些互联网巨头虽然有算法代码，但缺乏把想法变成物理芯片的微架构设计经验、通信接口专利和晶圆厂资源。博通就是那个帮他们把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巨头提出算法需求，博通提供顶级成熟的 IP， 比如高带宽内存 HBM 接口、PCIe 接口、芯片架构设计服务，并利用自己和台积电的铁杆关系，帮巨头包下产能，搞定封装。比如谷歌最著名的 AI 芯片 TPU， 背后每一代都有博通的深度参与和共同设计。Meta 的自研 AI 加速器同样严重依赖博通。第二个角色是数据传输。在 AI 时代有一个行业共识：单卡算力看英伟达，集群运力看博通。训练一个像 GPT-5 这样的大模型，不能只靠一颗芯片，而是需要把几万张甚至几十万张 AI 芯片用网络连接成一个超大型的超级大脑。如果芯片之间传递数据的速度太慢，最贵的 GPU 就会闲置并且处于傻懂状态。AI 时代对网络通信速度的要求比传统互联网高出数十倍。博通是全球高端网络交换机芯片和物理层芯片的绝对垄断者。它旗下的战斧和3叉戟系列芯片是数据中心交换机里的绝对核心。博通主导的以太网阵营正在向英伟达专属的 InfiniBand 网络架构发起猛烈反击。随着 AI 集群规模从万卡走向10万卡、100万卡，开放的以太网标准由于成本和兼容性优势，正在被越来越多非英伟达全家桶的客户采用。只要数据中心需要更高带宽的网络，就必须买博通的网络芯片。第三个角色是私有云。博通花了600多亿美元收购了虚拟化软件巨头 VMware， 这在 AI 时代展现出了后发制人的威力。未来的 AI 不仅运行在微软、谷歌等公有云上，成千上万家传统的银行、医疗、制造巨头出于数据隐私考虑，更倾向于在自己的私有云里训练和运行企业专属的 AI。VMware 旗下的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全站软件
正是帮助企业搭建私有云和混合云的黄金标准。无论底层硬件怎么变，企业要管理自己的 AI 算力资产，保障数据安全，就必须租用 VMware 的软件。这让博通摇身一变，成为了 AI 时代源源不断收取软件年租的包租公。所以你看， AI 发展的3个核心命门都被博通牢牢卡住。它不赚这个时代的红利，谁还能赚呢？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